Hello，我是小猪。我实在不清楚邪拔教主是从哪一刻灵光乍现，发现自己帅的。这种帅包括但不限于风流英俊的霸总、玉树临风的大侠、七仙女的仙气都压不住的凤凰男董永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别人是选择帅哥赛道，他是亲自打造帅哥赛道，自此开始不顾人的死活圆梦。可观众的命也是命呀，邪拔总。他真的演了戏吗？人家演了蛮多戏的。我一直不知道他演过什么戏啊。他跟他夫人就演过很多，什么天仙配啊。演得好吗？不要问这么尖锐的问题。这俩丫头是怎么说话的？邪拔总的作品拉出清单来吓死你，但评分徘徊在1到5区间，可以说他演了20年，却是个一直蹲在小学的学渣。当然，邪拔总对自己的演技一向很有信心。你们演那个是天仙配吧？啊，你觉得他演那个董永演得好吗？我演的都挺好。你不觉得有的人质疑你是因为你真的演得不怎么样吗？我演的真的挺好。记得2005年有个神秘富豪，手上带着46亿年才出1颗的祖母绿，用22万美元的微图手机，连名片都价值45美元，打开瑞士军刀都给您备齐了。就它这个名片里啊，内置了各种袖珍的工具。真有，又展示真有一遍。把信息遮挡一下。哎，你看这是杨子老师的名片，给大家展示。哎，小小的圆珠笔啊，用它呢来学习，对不对？这个厉害了。哇，这是真的，我一直以为是开玩笑的。富豪的座驾是亚洲唯一加长悍马，一辆车占5个车位。以上的这些描述，当时在一夜之间密集地出现在所有媒体。在网络信息不发达的时代，这么唬人的描述确实把人看得弯愣弯愣的，纷纷打听这位富豪姓甚名谁。随后杨子就地崛起。后来有点脑子的人回过劲儿来，悍马是什么？越野之王，以性能优异、重量轻、强度高而闻名，文可翻山越岭，武可发射导弹。你给悍马加长到10米，城市开着都费劲，是脑子有病吧？而且很显然的也违背了悍马的精神。所以这脑残车只有一种可能，原车截断中间加车厢。当年邪拔总带着媒体参观过车内部，真皮座椅小酒吧，液晶屏幕低音炮，雄鹰一样彪悍的汉子，遇到 low 逼暴发户审美支棱一生的主人，成为移动 KTV 是他的宿命。后来邪拔总上郭德纲的节目才说，这辆悍马是巨力集团用来接待客人的礼宾车。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接待车。这车多少米啊？10.5米。但7年间，他因为亚洲唯一超长悍马车主的名号已经博尽眼球，名利双收。由此可见，邪拔总从一开始就精于炒作，而且毫无底线。邪拔总崛起的这一年，拍了第1部戏《青花》，通稿上是这样写的：他从15岁就开始收藏瓷器，所以导演找他来当电影顾问。结果双方碰撞出几次火花后，导演就点名让他来演男1号了。杨紫向集团4次请假，花10天修完了北电中戏学子们4年苦读的表演课程，在电影里一人分饰3角，最终凭借该片拿下了第12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新人奖。这套牛逼 set 中的一个 part， 在这次演员请就位里又吹了一遍。我10天学了人家4年的表演课程，所以证明你实惠啊。这怎么可能10天学完4年的表演课？俺们电影学院的课程10天可教不完。青花的女主角是当时当红的李若彤，她的圆梦包括但不限于请女星来和自己玩恋爱 cosplay。青花是个穿越爱情，杨紫换了3套皮肤和李若彤谈恋爱，主打一个女主爱自己爱得死去活来，谁和邪拔亲一口，咱们能做好几宿啊！这个电影的票房是87，单位元。至于那个最佳新人奖，是氪金大哥上线给自己的专属奖励，但邪拔总当然不会这么说。你说我演了20年戏，竟然不知道什么就是演戏，居然还拿了一些奖。这部戏让邪拔总发现了一个新世界，原来只要有钱，什么梦想都能实现。
所以他立刻决定要把上下5000年的帅哥全霍霍个遍。下一部戏《卡布奇诺》，邪把总翻了李丽珍的牌子，而且写明情色电影。李丽珍对邪把总的厌恶感，隔着海报都挡不住，为了钱就忍忍吧。花花公子、英俊富豪、浪子回头，三位一体的邪把总在这部戏里完成了自己的终极梦想，也昭告天下：有钱人的快乐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。邪把总砸钱圆梦的事儿连王晶都知道了，在他的《浴火凤凰》里特地留了一个专属角色给金主，一个势力庞大、知书识墨、文武双全的青年军军长，还让他在第1集里就娶了黄奕。我觉得金哥是个人才，资本主义大都会成长起来的他，是怎么精准地摸到了土包子邪把总基点的？上过王晶的大戏，邪把总飘飘欲仙，立马奖励自己演了一个大侠。江湖夜雨10年灯里的锦毛鼠白玉堂，剑眉星目的关礼杰缩在边角料里，斜拔子脸的男人稳居 C 位。同理还有这部方世玉，成人世界就是这点好，金钱从何而来，总是一目了然。白玉堂的定位一直是风流倜傥、玉树临风、武功高强，但可惜的是，邪把总贡献了一个歪嘴龙王嚼牛板筋式的白玉堂，真是应了钱钟书的那句话，细看是一种残忍。但这里我只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拿绑螃蟹的绳子绑额头？砸钱过了一圈戏瘾之后，邪把总找到了一个更妙的出圈之路，因为他发现砸多少钱的效果都不如找个女星带他飞效果好，而且这个女星要有知名度、形象气质佳，还要傻傻笨笨乖乖的。然后他就锁定了黄圣依。2004年的黄圣依是非常夺目的，她在功夫里出演的哑女没有一句台词，凭一滴泪也登峰造极。不得不说，沐浴过资本主义荣光的香港，电影的水准和叙事手法比大陆的一堆土包子高的不是一星半点。成为新女郎的黄圣依年轻漂亮，又是科班出身，心路一片坦途，大片邀约接踵而来，前途不可估量。烈火烹油的日子不过3年，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她和邪把总拍的《天仙配》，我就知道黄圣依的心路已经完了。这年她和邪把总密婚，两人从此深度捆绑，夫妻合力贡献了一部又一部烂片。演员最黄金的24岁，黄圣依选择成为杨夫人。哦，不对，是邪夫人。近朱者赤，近油者腻，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，她面相都崩了。周星驰给了她一双一滴泪道尽千言万语的眼睛，但是邪把总破坏一切，一走了之。从前这双眼睛会说话，如今这双眼睛能斗鸡。一夜之间，他的所有灵气都被枕边人吸干了。2007年之后，邪拔和斗鸡一路夫妻店营业。2009年，夫妻俩拍了喜剧片《盗版爱情》。看邪拔总这扮相，这表演，想必他是以周星驰作为范本的。而且不止，当年的另一部戏《女孩冲冲冲》，斗鸡演万人迷，但他偏偏单恋超龄的学长。扮演学长的邪把总当年34岁，但角色设定是高中生。这个镜头在模仿谁，不用我多说了吧。我觉得这片子名字起得不错，盗版爱情，因为正版的在功夫里已经演完了。邪把总对周星驰暗戳戳的既爱又恨，一直绵延到了快20年后的今天。演员请就位里，他的水晶吊坠悬停的几秒，分明是在致敬喜剧之王。而且我相信，把黄圣依捧上神坛的星爷，一直是邪把总心上挥之不去的一根刺。他既恨周星驰，又恨自己不是周星驰，所以只能一边不着痕迹的拙劣模仿，一边又有意无意的踩他两脚。但曾经的新女郎已是自己的囊中之物，而且甘心情愿做自己的点缀，死心塌地的就像牛排旁边的西兰花。这想必让邪把总又充满了爽感。斗鸡眼20岁出头就被擅长 PUA 的暴发户禁锢住的灵魂，依然停留在当年600万解约的救赎里。
从此认定这个斜拔子脸男人就是他身穿铠甲的王子，而自己就该是一个仆役的角色，逆来顺受，言听计从。更糟的是，这么多年窦姬妍也从来没有成长，没有自我，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价值，反而沉迷于被一个爹味十足的男人碎碎念、日日虐的爽感中。这3年来，我一直在耽误黄圣依。为什么说在耽误他？是因为这3年来，我只给他接性价比高的戏啊。因为赚钱的戏，对，赚钱多就接，然后再把他赚到的钱去投资。因为我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：国富民强，国力强大，你才有底气说话，才有价码去谈条件。一个弱国就像一个弱人一样，你何谈条件呢？这3年来的的确确，我就是以黄圣依第一，在知名度不降低的情况下，就是以赚钱为目的。很多人都说窦姬妍可怜，毕竟在婚姻里她看上去一点也不快乐，对斜拔总也挺不爽的。但不要忘了，民政局的门天天开放，这路没人逼，是窦姬妍自己选的。当然他们最著名的作品还得是天仙配，演了10年的霸总、大侠、浪子和强奸犯，变形金刚他也着不住啊。一身帅骨的斜拔总终于累了，肯让自己从云端降落，也玩了一把尘世的夫妻双双把家还。但斜拔总版本的天仙配收获骂声一片。我小时候看这片子的第一反应是男主真丑，第二反应是他应该很有钱。现在回想，我对八卦敏锐的嗅觉应该是刻在基因里的超能力。斜拔总在骂声中越来越强，而且他根本不 care。别人的闲言碎语算个屁呀！他明白，明星不怕被骂，明星最怕的是被遗忘。只要仍被讨论，褒贬不说，都是好事儿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，即便再见爱人里被骂成了筛子，他仍然笑嘻嘻地出现在了演员请就位里。机会还不都是骂出来的？戏拍久了，多少都会发发好莱坞梦。2008年，斜拔总放出消息，说窦姬妍会出演好莱坞大片《魔鬼山历险记》。结果次年电影上映，窦姬妍全部镜头加起来不到2秒。2015年，斜拔总故技重施，设计了一场窦姬妍奥斯卡晕倒大戏。坦白讲，这个大八卦比他以往演过的所有片子都精彩。斜拔总当时造势，说窦姬妍受邀奥斯卡颁奖礼，而且红毯将和汤姆汉克斯走。奥斯卡开奖前夜，窦姬妍一袭粉色短裙接受媒体采访，表达对次日的红毯信心十足。然后小偷在当晚出场，偷了窦姬妍第2天要穿礼服的行李。接到这个噩耗，斜拔总立刻手忙脚乱准备礼服。终于等到奥斯卡这天，新礼服还没亮相，窦姬妍先晕倒了。她送进医院的照片涂版了当日国内所有媒体。病床上的窦姬妍眉头紧锁，憔悴的眼神涣散，都不怎么逗了。后来国内网友发现，当天的红毯根本没有汤姆汉克斯。斜拔总把全民逼成了福尔摩斯。野生侦探们顺藤摸瓜，发现当初斜拔总晒的邀请函漏洞百出。美国地区的野生侦探专门搜了发函地址，发现位于加州的贫民窟，而且公司的注册人姓氏明显是个华人。你说这事儿整的，野生侦探也是有职业成就感的。斜拔好歹是个总，注册个公司也不选质量好点的区，让人一开始就识破，可太扫兴了。斜拔总还做过票房梦。2011年，他的巨力影视联合博纳出品的《白蛇传说》上映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李连杰、林峰和阿 sa 都给窦姬妍做配，但抵不住5毛特效造成的视觉污染，最后片子亏了1200万。不过我想说一句，蛇是左右动的，只有蛆才是上下动的。后面巨力又投资了几部院线片，都赔了。斜拔总意识到自己没做电影的命，但他守着窦姬妍这个招财猫，没有放着不用的道理，所以后面这些年他主要给窦姬妍做经纪人。我等于是这个公司90%的收入来源，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业务，所有的业务都要从我身上来走。他是没有分成的，他是拿工资。对，我是拿工资的，等于就是跟那干嘛呀？杨子不是很有钱吗？为什么还会用这种方式来跟你合作？你不觉得很吃亏吗？我们俩加起来所有的资产只剩了3万块钱现金了。
那时候把他的一辆别克开工用的别克和一辆宝马全卖了。我记得在2、3年前，他曾经跟我说过，说杨子，你能不能够让我稍微轻松一点？我能不能请3天的假去三亚，就晒3天的太阳，去放松一下？他说可能吗？我说不可能。好吧，看看协把总给媳妇儿接的戏。一夜成名里，他和田娃演对手戏；第22条婚规里，他爱上了宋小宝。这俩又土又土的男人都来自刘老根大舞台。为此，窦鸡眼还匍匐下跪，拜了赵本山为师。此时此刻，距离他演周星驰的功夫，李仁港的猛龙不过10年。从哑女到窦鸡眼，从香港到大陆，再退往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黑土地，命运在他这里已经换了人间。这些年，协把总也老了，他在帅气霸总的执念上多少有些松动，但却开始沉迷于另一种身份。你见过那种盘炕上的老哥几个唠嗑，指挥老伴弄个满汉全席，然后颐指气使当众教训老伴不够积极主动的老爷们吗？协把总是这类男性的精华顶配。还没画面感是吧？好，上卤蛋。卤蛋在韩国一档相亲节目中和女嘉宾与另一对情侣吃饭，另一对情侣穿了情侣装，又怂又狠的卤蛋没有不 battle 一下的道理。他立刻催促女嘉宾亮出自己花了等值50多人民币买的情侣手链，结果女嘉宾摸索半天掏不出来。看看卤蛋的表情，我用我一窍不通的韩语给大家做个配音。啊是吧，우리啊是，你就说说你多恶心吧，50多买条破链子还怕链紧夜行？你这抠搜又装阔的男人，搁我们那儿会被锤死的，你知道吗？哪怕协把总心里对窦鸡眼的诉求一清二楚，他也支棱得滴水不漏，因为在有人围观的环境中，能对伴侣呼来喝去是一种绝对权力的体现，是天下最 man 的男人。都说他有爹味儿，我觉得还是格局小了。协把总的内心是住着一个皇帝的，对嫔妃们的勾心斗角洞若观火，像看一群小猫小狗争风吃醋。所以他常常面对嫔妃身体倚斜，吐字慵懒，连正眼都懒得给。只有当他的核心利益，比如子嗣、朝堂、权力受到威胁，他才会龙颜大怒，然后手起刀落，毫不留情。所以协把总看自己老婆是皇帝看后宫中任何一个妃子，无需把他的反应和情绪当回事儿。知道你说到这个实权的时候，他笑了。你的意思说之前是没实权的是吗？不是以前我经常说他吗？我说你作为明星来讲，大多数都是没文化的人。你是说黄圣依吗？对呀，我说以黄圣依为代表的，其实很多明星都一样，成名越早。黄圣依他说你没文化，难道你不生气吗？是真没文化生什么气啊？一口一个屁孩儿，生在福中不知福，害人害己。只因他自信，他那张旧船票依旧能登上窦鸡眼的客船。他当然知道老婆的不情愿，但是他还是这样做了，因为他内心住着一个睥睨天下的胖菊。协把总身兼数职，能者多title。他的微博认证是出品人、演员，以及故宫研究院藏传佛教文化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。年轻时的他圆霸总万人迷的梦，如今的他是在迂回圆梦，用收藏文物的方式无限接近皇位，而且窦鸡眼应该是他最增值的收藏之一。即便是在演员请就位，他也是一种君临天下的态度。你觉得他是来现眼的，可在协把总眼里，这是他在纡尊降贵陪你们玩。虽然他一再说是希望我也能有接受大家所有锐评的准备，我能认清自己，但其他选手都对评委战战兢兢，生怕自己不得评委的意。但协把总不一样，他的笑都带着长辈的慈祥和宽容。一起参加节目的同行在他这里都是小屁孩，评委在他这里都是后辈。对评委的问题，他从来不直接回答。此时此刻，你是不是还是在为热度而努力着呢？实际上，热度呢分为一种，你就直接不。你说城门楼子，我搭胯骨轴子，平行空间爱谁谁，这样爆棚的自信，相信他内心的大局没一天缺席过。但协把总为什么这么想荣登大宝呢？
也是夙愿难了，闻者流泪的。因为他从来不是传说中的富二代，他15岁的时候，聚力集团还叫河北省徐水县飞马吊装器具厂，由他2个哥哥一手一脚创立，所以严格说，他的定位应该是富一代的弟弟，目前持有聚力集团 3.41% 股份的有钱人。他上面有2个适合继承大统的哥哥，即便协把总有加长悍马，有造价45美元一张的名片，有号称人间最大的祖母绿，还有史上最丑的董永赵汉卿，但他不是嫡长子。如今我们因他所受的心灵创伤，都是三子夺位对平民的波及，他就是想证明他才是皇位的不二人选。所以年轻的时候他为名有点急赤白脸，人也不小心就狰狞了。但现在老了，有了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之后，他也明白皇位仍和他不相干，而且可以预见的未来，他仍是游离于集团核心圈的外围，和过去的几十年一样，只能在娱乐圈里刷个脸熟。所以在他能掌控的小范围内，比如聚力影视，比如自己家里，比如他和窦姬妍2个人组成的7人群里，他是青山不倒的，非要圆一个皇帝梦的。我以前总觉得窦姬妍假假的，乖乖的，也呆呆的，但是看多了他和协把总的互动，发现他不是假假的，而是浅浅的。我从来看不到他深的部分，因为他没有这个部分。长年累月的婚姻是他的舒适区，在这个楚门的世界里，他被 PUA 到居然认为这一切都是伦常自然。聚力集团这些年连年亏损，去年的季度年报全部负数，估计也没有分红，所以聚力杨家的人，上到老太太，下到第3代的孙子孙女，全部都看着很闲，因为每个人都开了号在直播带货。所以按他们这种急赤白脸搂钱的样子，继向太有没有钱之后，我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，协把总到底有没有钱？说协把总和窦姬妍离婚，只能说入戏太深，表面上的分崩离析不影响内里的深度绑定，人家好着呢。协把总再渣，窦姬妍对他爱的目光永远以凝视的形态存在着，而且对他的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甘之如饴。哪天如果没有人 PUA 他，他才是真的受不了。一个被窝睡不出2种人，协把总这辈子都是个没有底线的坏人。窦姬妍但凡有点骨气，也不至于等到现在，更何况离了协把总，哪儿找这么合适的人虐自己呢？哦，对了，我和聚力的交集要追溯到2014年，当时我在娱乐专栏写了协把总和窦姬妍密婚的事儿，随后收到聚力影视的函，要求全网删文。但第2年，也就是2015年，协把总父亲去世，有人在灵堂发现了窦姬妍和一个小男孩，此时协把总才松口，承认2个人已经在2007年注册结婚。等于说窦姬妍做了8年协把夫人，一边给协把总当牛马，对外咬死自己是聚力员工，一边悄悄躲国外生孩子。要不是协把总父亲去世，缺一个儿媳带孝，缺一个孙子认祖归宗，他还见不得光呢。我是小猪，谢谢观看，别忘订阅我的油管频道，下期更精彩，拜拜。